各位啊，中国有句话叫"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"。很多人一听，第一反应就是：这不是叫人躺平吗？这不是在叫人不努力吗？我说，这种理解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误读。我做了几十年的易经研究，走遍两岸三地，也在很多地方讲过学。我发现一件事，大部分人的烦恼说穿了就两个字：钱财。不是嫌多就是嫌少，不是怕赚不到就是怕守不住。这种烦恼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断过。那么今天我就认认真真跟各位谈这个问题：人这一辈子究竟能拥有多少钱财？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迹可循？那些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钱，为什么最终几乎都留不住？这背后不是迷信。各位啊，我们先从易经的根本说起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宇宙万物的运行都有它的规律，都有它的气数。什么叫气数？就是一种无形的却真实存在的趋势与框架。一个人出生之后，他所处的时代、家庭环境以及他这一生的大致走向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轮廓。这个轮廓古人叫做命。我要强调，命不是死的，命是一个范围，不是一个定点。好比说，你今天坐在一个房间里，这个房间就是你的命。你可以在房间里的任何角落活动，可以把它装扮得漂漂亮亮，也可以把它搞得乱七八糟，这是你的选择，这叫运。但你不能突然穿墙跑到隔壁房间去，那就不是你命格里的事了。钱财这件事情，道理是一样的。老祖宗留下来一句话，叫财有定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一个人这一辈子大概能够聚集使用的财富，是有一个大概量级的。这个量级跟他的德行、他的格局、他祖上所积的福泽都有关系。这不是我凭空说的，是几千年无数人的生命经验所归纳出来的结论。那有人就要问了，教授啊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努力还有什么用？我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各位，努力当然有用，努力是帮助你把命格里那个天花板往上顶一顶，是帮助你把范围内的可能性全部充分发挥出来。努力不是让你去破命的框架，而是让你在这个框架里活得最好，这才是正确的理解。讲到这里，我要跟各位分析一个现象，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钱财来得很快，却留不住。我观察了很多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。一个人可能靠着某种机缘巧合，或者走了歪路，一下子聚了很多财。外人看起来，哇，好羡慕，这人真厉害，这么快就发财了。但你再等几年看，往往这些钱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离开，不是生病就是官司，不是子女出问题就是生意垮掉。总而言之，进来的快，出去也快。这背后是什么道理？易经里有一个非常根本的概念，叫做阴阳平衡。这个宇宙有自我调节的能力，任何东西一旦偏离了它应有的位置，自然界就会有力量把它拉回来。财富也是一样，当一个人所持有的财富远超他自身德行所能匹配的量级，这个宇宙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那些多余的财富取走。这个取走的过程有时候看起来很惨烈，有时候看起来很荒唐，但从易经的角度来看，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所以古人才说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这句话不只是用在权位上，同样适用于钱财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更深层的道理，什么叫意外之财？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头，财富是有分类的，有些财是你应得的，是你用劳动、用智慧、用正当的方式换来的，这种财叫做本分之财，拿了安心，放得稳当，用得顺畅。还有一种财是超出你应得范围之外的，靠着投机取巧、欺骗他人、损人利己换来的，这种才叫意外之财。意外之财，古人怎么说？不义之财，
如水上浮萍，看似茂盛，风一来便散。为什么这样？各位，我们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。钱财本身只是一个载体，真正在流动的是什么？是人与人之间的能量，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与取用之间的平衡。当你贡献了社会，社会自然会回馈你；当你只取用不贡献，甚至是强取豪夺，你就是在破坏这个平衡。而宇宙它不允许长期失衡的存在。讲个具体的，各位就容易懂了。假设有一个商人靠着一次充好短金，少量赚了不少钱。刚开始他可能觉得很得意，觉得自己聪明，但时间一长，他的名声坏了，客人跑了，合作伙伴不信任他了，甚至惹上法律纠纷。这些都是那些不义之财要还回去的方式。不是有人在惩罚他，是规律在运作，是宇宙在自我修正。这道理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看穿了。我们的老祖宗真的非常了不起。那我继续往下讲，跟各位谈谈赌博和横财这两样东西。这历来都是很多人幻想的捷径，买彩票赌钱，幻想一夜致富，不用努力就大富大贵。我说，这种心理本身就是危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横财这种东西，它来自于运气，而运气在易经里头叫做时运。时运是你在特定时间点所拥有的额外能量，它是借来的，不是你本来就有的。借来的东西是要还的。你今天赌博赢了一笔大钱，你以为是你厉害，其实是你的时运刚好到了那个节点，但这笔运气用完了，你接下来的运势可能就会相对低迷。这就是易经里所说的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尝到了横财的甜头之后就上瘾了。他以为自己掌握了什么秘诀，其实他只是在消耗自己未来的运气。他把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运提前透支掉了。等到他真正需要运气的时候，那个账户里已经空了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但很多人不知道。所以我跟各位说，赌博不只是赌钱，其实是在赌你的命运，而且输掉的概率从长期来看几乎是100%。这不是在吓你，这是规律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钱财？我的答案是顺势而为，量力而行，积善以待时。什么叫顺势而为？就是你要了解自己命格里的财运方向，然后顺着那个方向去努力。每个人的财运方向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人适合做生意，有些人适合靠技术，有些人适合靠知识，有些人适合靠关系。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，然后认认真真的走下去，这才是正道。强迫自己去走一条跟自己完全不搭的路，往往事倍功半，还弄得自己一身疲惫，这不聪明。什么叫量力而行？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财富规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不要因为别人赚了多少，你就觉得自己也应该赚那么多。每个人的财富天花板是不一样的，强要去追别人的数字，只会让自己内心充满焦虑，甚至走上歪路。这一点古人讲得很清楚，知足者富。真正富有的人，不是账户里数字最多的人，而是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足，同时又有继续向上动力的人。这两者并不矛盾。那我要特别讲积善以待时这件事情，这是我今天想说的话里头最关键的一个概念。各位知道，易经讲天时地利人和，一个人能不能发财，天时很重要。天时是什么？就是时机，就是你的整体运势所处的状态。这个东西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，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是可以控制的，那就是你的德行，你的善缘，
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在易经的观念里头，德行是可以改变命格的。一个人如果不断积累善因，不断帮助别人，不断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，他的命格就会慢慢的往好的方向移动。这不是迷信，是因果的逻辑。你付出了，你就创造了让好事发生的条件。有的人说，我也做好事啊，怎么钱还是没有增加呢？这里我要说，积善的结果不一定马上反映在钱财上，它可能反映在你的身体健康上，反映在你子女的发展上，反映在你的人际关系变好上，反映在你某次关键危机的化解上，这些都是福报，都是命格改善的具体体现。最后钱财会来，但它会以你命格所允许的方式来，不会超过你德行所能承载的范围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那么重视修身的原因。修身不只是为了做个好人，而是因为修身可以实实在在地改善你的命格，改善你的整体运势，包括财运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就是关于有钱人的子孙。我们常常看到上一代白手起家，拼了命赚了很多钱，把下一代养得锦衣玉食，但到了第三代，家业往往就败落了。这就是俗话说的富不过三代。这背后是什么逻辑？从易经的角度来看，这是财富与德行之间失衡所造成的。上一代创业的人之所以能够赚到那么多钱，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意志，有丰富的历练，有吃苦耐劳的精神，这些品德就是支撑他财富的基础。但他的子孙从小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，没有经历过那些磨砺，没有培养出那些品德，于是当大量的财富落到他们手里的时候，他们的德行不足以驾驭这些财富，财富就开始反噬他们了。败家的方式可能各种各样，挥霍堕落，经营不善，人际失和，但根本原因都是同一个，德不配财。所以古代真正有智慧的富人，他们传给子孙的不只是钱财，而是家风，是教育，是价值观。他们知道，真正能传承下去的不是财富本身，而是能够创造和守护财富的品格与能力。这个智慧，现在很多人已经忘掉了。大家都忙着赚钱，忙着给孩子留钱，却忘了培养孩子的品格，这是本末倒置，迟早要出问题的。这里我还想跟各位讲一个关于钱财与情绪的关系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一个人内心的状态是会影响他的财运的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做损卦，讲的是损耗的道理。什么情况下一个人的财运会产生不必要的损耗？大量的怨气，大量的贪恋，大量的恐惧，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像是在你的气场里开了一个洞，把你的好运一点一点的漏走。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整天嫌自己赚得不够多，看到别人赚钱就羡慕嫉妒，焦虑天天挂在脸上，整个人显得很紧绷。这种人往往财运并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负面情绪上，而这些负面情绪会阻断很多本来可以来到他身边的好机缘。反过来，那些真正有好财运的人，你去观察，往往都是心态比较平和的人。他们不是不在意钱，而是对钱财有一种从容的态度。赚到了感恩，暂时没赚到不慌。这种从容的心态，反而会让好机缘更愿意靠近他们。这不是什么玄学，这是人际互动与机缘创造的内在逻辑。一个从容的人，在跟别人谈生意、谈合作的时候，他表现出来的是可信赖，是稳重，别人自然更愿意跟他合作。而一个焦虑的人，往往会让对方感到不安全，合作机会就这样飞走了。所以我才说，修心也是在修财运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跟各位谈谈舍这件事。中国文化里头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智慧，叫舍得。这两个字被太多人误解了，大家以为舍得就是你舍出去，然后就会得到。
这样理解太表浅了。真正的舍得，是宇宙万物的运行，本来就是在舍与得之间循环的。你舍，不是为了换取什么回报，而是因为舍本身就是宇宙运行的一部分。当你能够放得下的时候，你的气场就打开了，新的东西才能进来。很多人手里时时握着现有的钱财，不愿意投资，不愿意分享，不愿意布施。他们以为这样能守住钱，其实这恰恰是让钱越来越少的方式，因为他把气场堵死了，新的财气进不来。反过来，那些愿意付出、愿意分享、愿意慷慨布施的人，他们的气场是流动的，是开放的。财富是一种能量，能量是喜欢流向开放状态的，所以这些人往往财运更顺。这不只是道德上的说法，这是能量流动的道理。当然，我也要说，舍是有智慧的，不是毫无原则的乱给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有意义的给予，超出自己能力的事，那就是在破坏自己的平衡，那也是不值得的。接下来我想跟各位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关于借贷和负债。现代社会很多人都背负着各种贷款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不能太理想化地说完全不能借钱，但是我要提醒各位，借债这件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是非常被审慎对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债务会形成一种牵绊，一种束缚。从气场的角度来看，一个身上背着沉重债务的人，他的气场是被压着的，他的每一步都要先考虑还债，先考虑利息，这让他的格局没办法打开，让他的思维没办法自由地运转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一个人借的钱用来做不该做的事情，比如借钱去赌博，借钱去购买超出自己阶段的奢侈品，那这个债务就是在助长他的欲望，在加速他的衰败，因为他还没有积累到那个量级的财富，就已经在消耗那个量级的资源，这是在透支命格，最终必然承担不起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能不借就不借，非借不可的时候，要确保这笔钱是用来创造价值的，而不是用来满足虚荣的。这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自己命格的尊重。说了这么多，我现在来跟各位做一个总结性的阐述。人这一辈子能拥有多少钱财，确实是有它的数。这个定数是由你的命格、你的德行、你的努力程度、你的时运共同决定的。命格给你设定大致的框架，德行决定了你能不能把框架往上撑，努力决定了你在框架内能走多高，时运决定了哪个阶段你会有比较大的突破。而那些靠不正当方式得来的钱财之所以留不住，是因为他们超出了你命格和德行所能承载的范围。宇宙会自动修正这种失衡，以各种方式把那些财富取走。这个过程看起来像是天意，但其实是因果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拥有持久稳固的财富，你要做的事情不是研究什么发财捷径，而是第一，找到符合自己命格的事业方向；第二，认认真真地积累德行，做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事；第三，保持平和的心态，不因为贪欲和恐惧而失去判断力；第四，学会舍得，让自己的气场保持开放与流动；第五，量力而行，不透支自己的时运和命格。这5点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需要一辈子的修炼，但这才是中华文化里头真正关于财富的智慧。最后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段话，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易经、研究中华文化最深刻的一个体会。易经里的第1卦乾卦讲的是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句话很多人只记住了自强不息这4个字，却容易忽略前面的天行健。天行健是说
天道的运行是健壮的，是有规律的。君子要效法天道，自强不息。这不是蛮干，不是乱冲，而是按照天道的规律，持续地健壮地前进。第二卦坤卦讲的是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厚德载物就是说你的德行够厚，你才能承载更多的东西，包括财富。地是承载万物的，但它的承载力取决于它的厚度。人也是一样，你的德行越厚，你能够承载的财富就越多，而且承载的越稳当。这两卦放在一起，就是中华文化对财富最完整的诠释。你要自强不息地去追求，同时要不断积累德行，来承载你所追求的东西，少了任何一方都是残缺的。各位啊，钱财的问题说到最后，其实是人生态度的问题，是价值观的问题，是你如何看待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问题。当你真的把这些道理想清楚了，想通透了，你对钱财的焦虑会慢慢减轻，你会开始以一种更从容、更智慧、更踏实的方式去面对你的财富人生。这才是易经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。